蛮简单，可以慢慢看懂。它是一个我们在做所谓的那个 horizontal bone grafting 的一个手法，它使用的是属于 shear technique。那它是用一系列的那个 case 来做一个报告。好，好，它这个一系列的 case 呢，它是用的是一个 modified shear technique。啊，它是来做所谓 horizontal 的 ridge augmentation。那这样子的一个 bone shear， 它带用的是1 mm thickness， 然后用那个 micro titanium screw 去固定。那 gap 里面呢放的是一些autogenous bone chips。好，它大概是用的是22个病人，30个 case， 那50个部位。啊，那总共放进去42个 implant。啊，在放进 implant 的时间大概是在我们所谓的bone augmentation 之后的5.5个月左右。好，那它来测量它的 crest 的变化，在手术前大概是2.7，平均在2.7，然后在手术在那个 bone augmentation 之后呢，大概是在6.7，然后我们的 re-entry 进去在 implant placement 的时候变成5.9。好。那这样子，它的平均的那个resorption 的量是在0.8。好，所以它这个的它的那个摘要，因为它告诉我们是要注意就是要 over control 的处理会比较 OK。好，那我看那个，在1980年之前呢，他认为说我们的骨头的宽度如果不够的话，就不能做植牙。那在1990年的初期就开始有所谓的 GBR 的概念啊，这时候我们使用的 GBR 大概都是那个 tenting screw 跟 membrane 来那个 control 它的 space， 然后放进去一些骨粉。那当时的状况是认为，如果我们的 defect 的 size 越来越大，那我们的那个这个所谓的bone grafting 的 technique， 它的可预期性就是越差。所以他那时候讲，如果你是小 size， 都应该都是很 predictable 的。那如果是大 size 的话，就会更麻烦。好，那当然在这个之前呢，他们大概基本上我们都是用 iliac crest 来使用在我们的那个骨缺损的状况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使用 tomorrow 的，譬如说 chin 啊，或者是 retromodal 这些的地方，这2个地方来取我们的骨头。好，有个学者呢，他在叙述说，你之前在使用的时候，一开始是把用成所谓 innate technique， 就是把骨头取出来的 size 跟我们 bone defect 的 size 是差不多的。好，不过呢，这种东西因为厚度比较厚，所以它常常放在里面会经过很多年，它还是没有完全的分解，然后它就很像一个隔离的东西在那边。另外学者是在认为说，那我们使用一个就比较薄一点的骨头，把它像是一个 shear， 把它盖在外面。好，那这个 shear technique 它最主要是来建立它的 buckle point， 啊，所以它等于是说我们取下来的 critical bone， 把它当成放外面，当做 buckle point， 然后呢提供我们的 space。那这个是 critical bone 的 shear 呢，我们提供当做所谓的自然的 barrier membrane。提供 space， 然后还有那个避免我们 soft tissue 的 ingrowth。那今天这个 study 呢，就是以这样肯定来叙述的。好，material method。这 patient 的选择呢，上来。他应该选的是不 alveolar crest 的话，它有一个水平的一个吸收的状况。那他们需要使用的是 2-stage 的 procedure， 就是先做所谓的 artificial augmentation， 之后再动implant 进去，现在两阶段的做法。那这时候他们要做的 implant 呢，是用那个 restorative driven， 就是他用他的假牙来定我们植牙的那个 position， 啊，所以他先刮上之后做出一个 suture guide， 好，然后再放进所谓的 titanium tube 去定出那个植体的那个 implant 的 position。
那做这个手术，这个手术之前，我们1小时会给病人 antibiotic，还有 ibuprofen 止痛药，然后还有 prednisolone 这样子一个药物，然后避免他们发炎跟 swelling。那在术后呢，给他的是 ibuprofen 还有 antibiotic，然后再给他漱口水使用。好，这个开始我们讲它的整个 surgical 的流程。那 surgical 流程是在我们的那个算我们 crystal bone 位置呢，我们通常在上颚的话，我们是会把它用的是 parachute 的 crystal incision， 就是需要它偏它的多一点。那如果在下颚的话，它就在正中央切。啊，这个已经学了在那个鼻牙哈，它们是 circular incision， 就是在那个人沟里面切开，然后呢，直到最后面放一个 releasing incision 下去，把它翻开。而使用的是 full section 的 frame， 就是element， 然后这时候把它做成 tension free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翻开之后，我们就可能开始要去测量它的骨的宽度，它会有一个 gripper 来测骨的宽度。那把它的主要的区域翻开来之后，我们开始取我们的骨头。我们取骨头的位置是在 retromolar 的位置，那用所谓的 ultrasonic 的这种超音波的那个刀片骨刀来做。那切下来的骨头它是以3mm 的厚度为主。好，那切下来之后，它在那个伤口区呢，它放上那个 collagen 去放在它那个伤口里面来去折起来。而我们取下来3mm 的骨头呢，我们会拿去用一个 mill 去把它磨到1mm 左右，然后以扣留缝为主。好，那这是它讲的那只骨刀。啊，它用这个骨刀，那这个骨刀的厚度大概我查一下是0.35mm 到0.65之间，好，就看你使用哪一支。好，取下的骨头我们研磨成1mm 之后，我们用 titanium screw 把它锁上去。那中间会留下一些空隙，而这空隙我们就是用我们刚才没有过的那些 bone chips 把它放在里面，在里面。到最后再会放上那个可吸收的再生膜，它使用的是巴尔盖。这是它手术过程的照片。好，它翻开的是前牙区，前牙区这地方的骨头很薄，所以它开始取，在那个 retromolar 的位置，我们开始它把骨头用劈的，劈开那一块，然后把下一块大概有3mm 左右的骨头，然后把它的内侧全部把它没有掉之后呢，这个垫薄薄在1mm 左右厚度。好，那它分2块之后，把它垫在前牙的外侧夹侧区，然后锁上那个 titanium screw， 然后它把它补上它没有下来的骨本。然后这是它一个 case， 另外一个 case 呢，它也是在后侧区的做法。它在后侧区的话，它地方的骨头也是放一片1mm 的那个骨头缝，然后用 titanium screw 锁上去，把它研磨下来的骨本放在中间，然后再最后是往上面对去救起来。好，经过平均大概5.5个月左右，他们会再把肺儿翻开，可能做所谓的 implant。好，那一样在上颚区，它还是用 parachute 的 crystal incision， 在下颚区的话，它还是从正中间切下去。好，那中间的话，它也是circular 的那个 incision， 但是它今天有做 relief 的那个 incision。这时候我们翻开之后呢，就把它的那个 screw 把它取出。那这时候它放进的是 K-block 这个 implant。那在前牙区它会放一些 connective tissue graft， 那在其他地方它可能放的是 soft tissue graft， 然后再给它假设不良侧的地方。好，那这个植体放进去大概在上颚区的话，大概是5.2个月，平均5.2个月，它会把它接口出来。如果在下颚区大概3.1个月左右，它会把它接出来。那这个时间中间，它总共测量的是哪些地方、哪些时间哦？第一个是它在打开那个，它把这个 frame 翻开之后，它去测我的 alveolar crest， 先测完之后再补骨粉之后，它去再测那个骨粉完的宽度，然后最后呢就是当它的 re-entry 的时候再去测那个
在部分补进去到 healing 完的时间，这之间平均在5.5个月左右，它这个平均的那个 research 量是多少？还有一个是我们会得到我们在那个 augmentation 之后会得到的 bond 是多少？result， 它是在2019年的3月到2011年的4月，总共有找了22个病人，11个男生，11个女生。那平均年纪的话，女生是在51.7岁，男生在43.5岁。总共中的是42支指力，然后是在50个牙位区。那它测出来的结果是在术前的时候平均在2.7 mm， 然后补完骨粉的时候，它测的时候平均在6.7，然后在 reentry 的时候，然后在做所谓的那个 implant placement 的时候是5.9 mm。好，那他用统计的方法去算的时候，在那个一开始补完之后，它大概都是补在平均3.3 mm， 可是等到它那个 augmentation 的那个泵长好之后，大概5.5个月左右，它再去测的时候，大概那个 crest 大概会有增加2.5 mm。好，这样算下来，那个3.3减掉2.5，大概就会吸收的是0.8 mm， 大概19%，约20%左右。好，这表，因为这表实在有点贴的不太好，不过大家可以看那个文章里面看的时候，他会发现它的 research 量，我们算好像0.8，可是大家仔细看它每个数字，大约都是0.5到1，0.5或1比较多，所以它在数字上来讲，0.8只是一个概数，一个平均数。discussion， 在1990年代开始，我们做了很多 GPR， 但是它还是到现在为止还是存在很多争议性的问题。好，那一般来讲，我们现在认为我们在肢体的周边，我们都需要放到2 mm 的骨头会比较 stable 的状况。那早期我们在做 GPR 的时候，我们大部分使用的是non-resorbable 的 membrane。P 就是 PTFE 这样子的一个 membrane， 那这个东西它比较麻烦的是，当我们的那个伤口开了之后，就会有 infection 的问题。那可是那时候如果不放 membrane 的话，大概会预测它的骨头大概会有30到那个60% 左右的骨头会吸收掉，所以我原本补进去的30%到60%会减。那后来呢，开始我们使用的是一些resorbable 的 membrane， 那在这个第一个学者他副手他们在测的时候，他发现大概 research 的量，这时候他做的 bone augmentation 之后 research 量大概是0.36 mm， 另外一个学者测出来是1.2。那这篇文章他的总结说，他觉得大概平均就在1左右吧，是吧？所以他因此他的建议是我们需要做一个 over control 的那个 augmentation。好。结论就是这个篇文章出来的，它的 bone resolution 在0.8左右。然后呢，当然建议我们在做 over contouring 的话，希望我们能做到1 mm 的 over contouring。好，是这个结论。以上报告完毕。好。我想先请问一下那个 Table One，Table One 它是什么术前术后跟植牙，然后它 resorption 是谁跟谁，然后 gain 是谁跟谁的 ？OK。第一个它的那个3.5、2.6是第一个，它讲它骨头原本的宽度，然后呢，当它补进骨粉，像3.5变7.5，变7.5，放的骨粉多少？还没有比例。好，直到我要做在植牙之前，那个收回来了，会收回来，变成6.5。好，这样的 resorption 量就是低，7.5就0.8嘛。它比例是0.8。你这 resorption 的部分我懂。OK。gain
总不可能又 resorption 又 gain。那3.5，6.5减3.5，就是愈合后比较原本的都比较关键，然后它的时间真的只有比较短，5.5个月左右。反正经过这个手术，有效的改善了250%，但是手术的愈合的中间又会损失到20%。20%左右，对。好。它建立是那个 over control 不要超过1 是要大于1 因为你会损失掉1所以你想要得到5的时候，你要做到6，再吐了1滴出去是。那个吸收量差不多啦，但是因为这个 follow 时间比较短，如果1年的话，我们大概 expect 30%，那它只是20%。这时间越久，它还会再说，还会被代谢掉，还会再垮，要差不多2年以后才会稳定下来。所以它才几个月，5个月吧，5.5个月，5.5个月吧。那因为这个步骤是学那个 Curry 的啦，就是他的学生，我们也请来 Hanser 请来好几次嘛，就是做那个 Microsoft 的那个，那他就是锯下来，然后切成2半用夹板，那这个可能没有用夹板，就是一块板子。但是中间也是 cycle marrow。不过有个问题，像它这种东西，最主要可能会出现的 complication 是什么？这样手术不成功开花，整个开花。对。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，我第2个好奇的是，你看他参与的工作人员，每个都是假牙科的老大，只有一个是 OS， 而且最后面最小的那个，而且不同学校。对。最后一个不同学校，前面，对吧？最后面这个有可能是本来是慕尼黑的，然后毕业了以后去科隆。对。那可是前面这写的人通通是假牙的人，我都蛮搞不懂怎么回事。因为做手术最重要的那个人就是关最小的那个，而且是不同科的。他刚刚讲那个吸收 member 那个 resorption 比较小。那个可吸收的热水 expose 是这样的。如果不可吸收，他说如果不放 member， 它会吸收30%到60%。不放 member。对，那时候在早期的时候都放的是不可吸收的。对。那最怕的是 complication 就是它 expose 然后感染 infection， 就几乎100%不见。然后后来这些学者他做的时候，他做可吸收的，不叫 complication 问题，没有 infection 问题。然后平均的数值量大概是在1左右，1的这种。现在是不是又流行那个不可吸收？现在不是流行，现在是可吸收的都在，不可吸收的大概再见。现在是那个什么，那出来的那个就是 membrane 打的凹凸凸的那个凹槽的那个叫什么 ？cytoplasm。cytoplasm 有可吸收跟不可吸收2种，不可吸收的就是 Gore-Tex 上面打一些凹凸凸的洞，就这样而已。效果。该开花的还是开花，没有什么效果啊。开花吸收跟那个打洞有关系吗？吸收量跟它的洞它只是凹凹凸凸，它并没有打穿，它没有打孔，所以很容易开花。开花以后效果就自然不好了，所以它会被排出来，因为它不是 expand 的，它只是光滑面的铁氟龙压出凹凹凸凸痕迹。跟 Gore-Tex 不一样 ，Gore-Tex 是有拉开纤维，所以会有孔隙。它现在那个 cytoplasm 孔隙比较小，只是表层有凹凸。那我认为他那个只是在做 chemo 啦，自我安慰而已。因为孔隙影响到它的血流以及养分的渗透啊，那你就决定了上面的那个 flap 会不会开花。它那个 expose 跟 Gore-Tex。就一样长啊，没有啊，它的 expose 就像以前我们不是有那个什么 Teflon， 就是慢慢就被身体赶出来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它那个 expose 不会感染，它如果比较不会的，如果是 Gore-Tex， 因为有孔隙大，感染率比较高。以前就是有那个 Teflon 就光滑了嘛，伤口常常开花，然后慢慢就被推出来了，继续就跑到下面去啊。现在它只是
打一些凹凹凸凸的立体花纹，希望说 T 恤能够抓住晚点开花，但是他不了解开花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你没有孔洞，所以要开花，不是因为你是光滑面抓不住，你凹凸面还是抓不住啊。所以那个也没有什么用。我的感觉是应该是不行啊，因为铁氟龙这个材料就是它就是不要让你细胞抓住，所以我们才能当人造血管啊。你如果东西细胞一粘就掉了，那人造血管很快就塞住了，所以它本来的目的就在这里。我用那个 shadow brush 是长大 expose。会开花嘛，但是应该不太会感染。对，因为它没有什么孔洞去卡脏东西，它不像海绵。那 Gore-Tex 就是像海绵，一旦脏东西进去就完蛋了，清都清不掉。所以它对面讲到一个是，它是shear technique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属于inlay technique 的做法。另外一个 inlay， 它讲就是等于是洞有多大，它就切多大去 match。对啊，可以啊。它洞很大的时候，那这种话失败的时候都是什么样的状况？洞很大，失败的时候就真的是它地面很大的时候，它都是直接他现在他的假设他的甲本的骨头会活啊，那他实际上得不到适当的血供啊，他的血 plus play 不是从骨头来的，对啊，所以一旦他死掉，他整块坏死就坏死了，就会被排出体外了。就变成说，如果是 inlay graft 的做法的时候，它如果整块没有装好，就是整个。inlay 就跟那个打 O-ring。那个基森哈可能 O-ring 一样，那个是我认为应该成功率要最高的，是因为他在 recipient 赛打一个大洞一直出血嘛。对。那你再用一个瓶塞把它塞住，所以你下面有大量的血供，所以我认为 plus supply 太好了，所以比较不容易出状况。其他的像这种都是根本没有 plus supply 可言，他只是塞了一堆 bone marrow，bone marrow 塞在那边，那些 bone marrow 里面的 cell 很快就死掉了。所以它会加速它的新陈代谢吸收，所以为什么自体骨的吸收速度那么快的原因就在这里啊，因为它马上死掉就要被分解。那这个血会到时候最后面跟里面的骨头长在一起，它就直接被排除。那个是你骨头就死掉了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那但是它也可能会粘在一起啊，现在他们说它会粘在一起，但是你只要不开花不什么。那你看到这个 figure 7、8、9，这个8跟9那个落差很大，那他有没有修过不知道。通常这边缘要 rounding， 他也没有讲。那你大概我如果看这样2块四四方方的形状很难看，突然 remodeling 完了以后就变顺，这个很厉害。实际上手术应该是边缘要 rounding。他的手上说这个手术它的肯定甚至比较高，对啊，会修得很好。对啊，就是你旁边的缝隙都要用巧克力塞住，让它不要有个 stick， 就是很剧烈的转折。所以这些骨头边缘一定是要 rounding 或者放骨粉，再用 membrane 把它盖起来，让它不要有一个陡坡，是让那个缓坡但是那个缓坡完了还是会 remodeling 掉。就如果这样的方式，你的工序的话，这么快的吸收掉，那个还是出它的比较利的地方，还是可能会后续做掉。对啊，可能啊，所以通常你这个骨块边缘都要稍微 rounding 一下才可以，不可以这样四四方方的就放上去。事实上，放一个比较慢吸收的工作也是会危险，比如说 BIOS 一样啊 ，BIOS 本身也是很刺的。对啊，你有时候会看到soft tissue 下面一颗白白的 BIOS 啊，那你用手指头去压压看。压一下，可能过2天就ulcer就窜出来了。这些 bone spike 啊，口外的基本原则就是手术中间如果看到任何 sharp， 你一定要 rounding， 要不然很可能会不小心刺穿。我自己就碰过一个病人这样啊，就是天生一个骨头 bone spike， 我的袖间崩起来哈，那个手术就延后好几个礼拜，摸一下它就ulcer就破掉了。所以后来一直等到它好，我翻开来第一件事情，先把那个凸起来先修掉，才来做我的手术。可恶的那个一个小小骨头一个 spine， 让我等了快1个月才能开刀。那这个 technique 反正基本上你 recipient side 还是要打洞，就是要出血的，要不然一定完蛋。然后重点就是要固定。
就是固定。那它跟一般的我们在做骨块不一样，骨块锁紧，它就是不锁紧，它中间有缝隙，所以放 bone marrow。所以过去 Curry 在用这种方式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不太能接受啊。所以他10几年后就媳妇熬成婆了，他就现在大家开始这样子做。好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就下一篇。